我受邀作为神秘评委，空降一档国内顶级的服装设计直播综艺。录制节目时，同台的当红小花当着全国观众的面造谣说我被京圈首富包养了，全网都在等我身败名裂。小花得意洋洋，叫来了权势滔天的太子爷，男友扬言要把我封杀。大门被一脚踹开，太子爷带着保镖气势汹汹地冲进来，却在对上我视线的那一秒，当场跪在了满地狼藉里，颤抖着喊了声妈。看着瘫坐在地吓得失禁的小花，我不禁觉得好笑。明明就在几分钟前，他还装作惊讶地捂着嘴，假惺惺地替我辩解，说我这么清高不可能去爬老男人的床。我当时靠在椅背上。你没认错，上个月你跟着燕北川回老宅吃饭的时候，还恭恭敬敬地给我敬了杯茶，叫了我一声妈呢。我这话没在麦克风里说，只有我们俩能听见，但夜宿游艇4个字已经通过直播引爆了全网。万英，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了？1个月前，燕北川那臭小子非说自己找到了真爱，带了个女孩子回老宅。当时我刚好在国外看秀，只能通过视频通话敷衍的看了一眼这位未来儿媳妇。阿姨您真漂亮。视频里一口一个阿姨您真漂亮，现在跟我在这儿装失忆。行，先陪她演完，录完节目我再回去打断燕北川的腿。你是不是记混了？我可没那个闲工夫去给人当金丝雀。可是我应该不会看错呀，就在维多利亚港那边的私人码头，上周五晚上11点，那艘印着 Y 字家徽的黑色游艇上。天哪，我是不是嘴太快了？对不起大家，我瞎说的。粉丝宝宝们千万别去搜上周五的码头绿豆照。这世上最可怕的就是这种看似无心的精准爆料，时间、地点、游艇特征全盘托出，这哪里是道歉，这分明是在给网友递刀子，引导他们人肉我。难怪当初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姑娘眼里透着算计，现在看来不仅有算计，演技还能拿奥斯卡。燕北川那个20出头没挨过社会毒打的傻白甜，被他拿捏得死死的也正常。但我丝毫不慌，上周五晚上我确实在维多利亚港，也确实上了燕廷琛的游艇，但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我们在上面喝香槟看烟花，哪来的什么见不得人的包养交易。果然网友按图索骥去搜，除了一些模糊的剪影，根本扒不出我的正脸。林小姐，造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，我劝你谨言慎行。苏老师说的对，是我乱说话。毕竟那天晚上的热搜只存活了10分钟就被全网封杀了，我现在拿不出证据，自然只能算造谣了。好一招以退为进，硬生生把子虚乌有的事盖章成了资本下场撤热搜。英宝这么一说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天我确实吃到了瓜，女的侧脸跟这个姓苏的一模一样，后来词条直接炸了。正常，那可是燕董啊，就算人家60多岁了，资本的力量也是只手遮天，压个绯闻还不是分分钟的事。亏我刚才还夸她好看，抵制苏表，滚出节目组。我平时保养得当，看着顶多30出头，但我的实际资历，节目组的导演和主持人是清清楚楚的。这是在干什么？懂了，为了节目的爆点和流量，节目组打算献祭我。更何况这档综艺最大的赞助商之一，听说就是林婉莹拉来的线。哎呀，大家消消气，不管苏老师私底下是怎么拿到那些顶级高定资源的，那都是他的私生活嘛。我们毕竟是个专业的设计节目，还是回归作品本身吧。还私底下拿资源？哎呀，我可什么都没说。你们别骂了，我真的只是随口提了一句。苏姐姐肯定有她的苦衷，这个圈子对女孩子本来就很苛刻，大家不要用荡妇羞辱来攻击她好不好？林婉莹，演够了吗？苏姐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这种又当又立的招数，在名媛圈里早就玩烂了。一边假惺惺的替我求情，一边抛出精准的时间地点引导网暴，正话反话全让你说尽，借着粉丝的手上杀人不见血，这套组合拳你打得很熟练了。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，就凭你这种上不了台面的手段，我们燕家的大门你这辈子都别想进。苏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羞辱人？宝宝，怎么了？不是在录节目吗？想老公了？北川，有人欺负我，和我同台的那个评委，
他不仅骂我是上不了台面的戏子，还说我这辈子都进不了你们燕家的门。谁他妈活腻了？老子的女人也是别人能指指点点的。好，真好。燕廷琛平时是怎么教儿子的？就教出这么个不分青红皂白、被人当枪使的蠢货。今天我非得让他好好睁开狗眼看看，他护在手心里的到底是什么货色。北川，他自己作风有问题，被网友扒出来给燕堵当那种女人。网友骂他，他却把气撒在我头上，说我在装白莲花。宝宝，你别哭，你一哭我心都碎了。我现在就在你们录影棚楼下的 VIP 室，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敢动你。电话挂断，现场因为突发事故暂时切断了主直播流，但林婉莹却趁乱用备用手机偷偷开了一个视角的隐藏直播。我本想去后台休息室等那镊子滚上来，林婉莹却以为我要跑，她借着指摘的很近，在我手背上重重抓了一道血痕。滚开！北川，救命啊！都给我住手！我被保镖粗暴地反剪住双臂，膝盖一软，重重地磕在了旁边的玻璃茶几上。燕北川小心翼翼地把林婉莹抱进怀里，看着她脸上的巴掌印，眼睛都红了。敢打我燕北川的女人，把这贱人的手给我废了！练花花。好的，少爷，这就……保镖凶神恶煞的声音戛然而止，像是被瞬间掐住了脖子，脸上的血色褪得干干净净。夫人，宝宝不疼了，我这就让他给你跪下磕。磕什么？在看清我脸的那一瞬间，京城里天不怕地不怕的太子爷瞳孔骤缩，腿一软，直接从林婉莹身边滑跪在了地上。妈！前一秒还耀武扬威的保镖们，此刻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齐刷刷的往后退了好几步，低着头大气都不敢喘。林婉莹还坐在地上捂着脸，根本没看清局势。北川，你终于来了！你看他把我打的，你快帮我把他的手废了！这种被老男人包养的贱货，凭什么骑在我头上作威作福？林婉莹，你给老子闭嘴！他双眼猩红，转头看向我被撞得青紫的膝盖和手背上的血痕，浑身抖得像筛糠。妈，您没事吧？我不知道是您，这群瞎了狗眼的蠢货，我回去就剁了他们。北川，你疯了吗？你管这个交际花叫什么？他算你哪门子的妈？他只是个在游艇上卖的。你他妈脑子里装的都是泔水吗？这是我亲妈，苏氏财阀的大小姐，我爸明媒正娶，捧在手心里，疼了20年的合法妻子。我靠！年度最爽反转，小三竟是我婆婆！神特么交际花，人家是真正的京圈太子生母，顶级豪门阔太啊！笑死我了！林婉莹刚才还一口一个贱货，现在直接惹到了未婚夫的亲妈，这豪门她是这辈子都别想进了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哪有豪门阔太会出来抛头露面当评委的？而且他看起来最多30出头，怎么可能生得出你这么大的儿子？我保养的好，花的是我老公的钱，吃你家大米了。林婉莹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手里捏着什么杀手锏，到现在还不死心？被我戳中痛处，林婉莹猛地咬牙，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她突然冲向导播台，一把夺过鼠标，将一张照片投屏到了演播厅的大屏幕上。北川，你别被他骗了！你看，你看清楚了，这个老男人根本就不是叶董，我亲眼看见，这女人就是个水性杨花的骗子。她不仅骗了你，还给你爸戴绿帽子。什么又有反转？我还是想先站边婆婆大人，婆婆大人好美。林婉莹，
你是不是有被迫害妄想症？那天是我爸妈的结婚纪念日，我爸为了装嫩，特意去染了个奶奶灰的挑染发型。你他妈管这个叫不知道哪里来的老男人？这他妈就是我亲爹，京泉首富叶廷琛！哈哈哈，奶奶灰，燕董风评被害。真特么老男人，人家小两口老两口在自家游艇上结婚纪念日，被绿茶说成是卖淫，我真的要笑吐了。林表这波操作属于是精准踩雷，不仅得罪了婆婆，还把公公造谣成了调客。戏唱完了，拿我老公的背影来造我的黄谣，你的想象力确实很丰富。刚才这群保镖对我动手，也是你怂恿的，这笔账我们该怎么算？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不知道是你，都是这个贱女人蒙蔽了我。北川，你不能不管我，我是太在乎你了，我是怕你被骗啊！滚开，别碰我！伴随着沉稳而凌厉的皮鞋声，一个穿着黑色高定西装、身姿挺拔的男人大步走了进来。节目的总导演更是双腿发软，差点没跪在地上。燕廷琛深邃的目光精准地落在我身上，当他看到我红肿的膝盖和手背上的血痕时，周身的戾气瞬间暴涨。老婆，我来晚了，谁弄的？爸，说。这位林小姐说我是出来卖的，还要废了我的手。你儿子为了护着他，不仅带人冲进来抓我，还顺便参观了我被网暴的全过程。燕廷琛缓缓站起身，居高临下的扫了一眼林婉莹。很好，从今天起，全网封杀林婉莹。凡是她代言的品牌参演的节目，燕氏集团旗下所有院线和平台全线封杀。如果再让我在热搜上看到她的名字，你们就跟着一起陪葬。至于你，既然连自己亲妈都能认错，这双眼睛留着也没用了。准备滚去非洲分公司的矿区报道，挖不够3年的矿，就别回国丢人现眼。演播厅里弥漫着一股难闻的尿骚味，那部藏在角落的备用手机还在尽职尽责地直播着他此刻的丑态。天道好轮回，恶毒绿茶终于翻车了，尿裤子了，平时装的跟个不食烟火的仙女一样，原来是个草包。封杀的好，燕董威武。林婉莹，你他妈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你惹谁不好，你去惹苏氏的大小姐燕董的夫人。就在刚刚的1分钟内，你身上背的18告社代言全部提出解约，几个待播剧的制片方直接发了律师函。公司已经被你的负面新闻连累的股票跌停了，高层刚才发话，立刻跟你解约。你准备好赔偿那3个亿的违约金吧，下半辈子你就准备在牢里烂透吧。不要。北川，你帮帮我！总，你说过你最爱我的，你说过要娶我的，你帮我出了这笔钱好不好？这3个亿对你来说只是零花钱啊！林婉莹，我真是瞎了眼才会觉得你单纯善良。你利用我针对我妈，拿我当枪使，现在还指望我给你擦屁股。你是不是真觉得我们燕家的男人都是没脑子的提款机？滚远点，别脏了我的眼！伴随着他越来越远的凄厉哭喊声，这出他自导自演的闹剧终于画上了耻辱的句号。林婉莹被拖走后，演播厅死一般的寂静。那个拉偏架、拱火的主持人早就在角落里吓晕了过去。总导演在一旁疯狂擦汗，燕北川直挺挺地跪在满地狼藉中。他突然抬起手，啪啪地开始猛扇自己巴掌。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是个混蛋，我是个瞎子，你原谅我这次好不好？我再也不敢了。燕北川，我生气的不是你没认出我，我失望的是，你作为燕氏未来的接班人，居然一点基本的判断力都没有。别人掉2滴眼泪，说几句毫无逻辑的挑拨，你连查都不查就带着人来打砸抢。如果今天坐在这里的不是我，而是一个普通的没有任何背景的女孩，她是不是就要被你这权势滔天的太子爷生生逼死？哼，你妈说的对，你不是蠢，你是又蠢又毒。
燕家交到你这种没有脑子的废物手里，早晚要败光。保镖，立刻把他给我押上私人飞机，送去马达加斯加的矿区。没我的允许，他敢踏出矿区半步，直接打断腿。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燕北川彻底崩溃了，嚎啕大哭。但燕廷琛的保镖可不认什么太子爷，架起他就往外走。这是他必须咽下的苦果，不经历真正的社会毒打，他永远学不会怎么做个人。一场闹剧收场，节目组连夜发布了红头文件，开除了涉事的主持人，总导演引咎辞职，并全网发布了长达3页的道歉信。而我的身份也在当晚彻底引爆了整个网络。苏氏财阀长女苏婉晴，京圈首富护妻狂魔，燕斗奶奶灰，这3个词条霸占了热搜榜前3。网友们扒出了我当年在巴黎高定圈杀疯了的设计手稿，扒出了我苏氏千金的显赫家世，更扒出了燕廷琛这些年送给我的那些价值连城的珠宝和游艇。网上的风向瞬间发生了180度的大逆转，之前骂我捞女的人，现在全在我的微博下排队叫妈和女王大人。回老宅的劳斯莱斯幻影上，车厢里弥漫着淡淡的沉香气味。燕廷琛拿了医药箱，心疼的把我放在他的腿上，用棉签小心翼翼的给我的手背消毒涂药。刚才真应该把那个女人的手给剁了，还有那个逆子。我看3年太短了，让她在非洲待10年吧。行了，堂堂首富，动不动就剁手打腿的，也不怕上法制新闻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燕董，你这奶奶灰的挑染，确实在镜头里挺显老的，难怪人家小姑娘把你当成包养我的油腻老头子。嫌我老？看来燕太太今晚是不打算睡觉了，我得亲自向你证明一下，你老到底老不老？车内的挡板缓缓升起，隔绝了前排司机的视线。夜色深沉，而属于我们的余生还在继续。3个月后，马达加斯加，毒辣的赤道阳光炙烤着红土地。燕北川穿着沾满泥污的破旧工装，脖子上搭着条毛巾。小燕，动作快点，今天的指标完不成，晚饭没你的肉丝面。哎，来了叔。曾经不可一世的京城太子爷，此刻熟练地抹了一把脸上的黑灰，嘿嘿赔了个笑脸，赶紧加快了步子。休息间隙，他靠在矿坑边的土坡上，小心翼翼地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一张一家3口的合照。没有了豪门光环的庇护，他才终于明白了尊重2个字到底怎么写。另一边，国内京城某处阴暗潮湿的城中村，林婉莹裹着一件起球的旧大衣，戴着廉价的黑色口罩，像过街老鼠一样躲在垃圾桶后面，听着巷子口催债人骂骂咧咧的声音远去，才敢长舒一口气。天价违约金压得他喘不过气，父母宣布和他断绝关系，曾经那些围着他转的圈内好姐妹更是把他拉黑得干干净净。他颤抖着手摸出屏幕碎成蜘蛛网的手机，想看看有没有刷盘子的日结兼职，一抬头却正对上对面商场外墙那块巨大的 LED 屏幕。屏幕上正在全球同步直播本年度最瞩目的高定大秀，压轴出场的不是哪个国际超模，而是这场大秀的主设计师苏婉晴。我穿着一袭暗夜星河般的定制长裙，步履摇曳地走上 T 台。岁月从不败美人，那份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清冷与高贵，让台下闪光灯亮如白昼。而 T 台的尽头站着一个身形挺拔、气场强大的男人。燕廷琛今天穿了一身极其正式的暗纹高定西装，最惹眼的是他那一头奶奶灰已经连夜染回了纯正的黑发，整个人显得凌厉又年轻，帅得让人移不开眼。在全场名流的注视下，这位不可一世的商界活阎王捧着一束热烈的红玫瑰，大步迎了上去。他单手将我揽入怀里，低头在我的额头上落下珍重的一吻。让我们恭喜苏婉晴女士，不仅为我们带来了如此震撼的视觉盛宴，更迎来了她人生中最甜蜜的时刻。燕董，您今天有什么话想对您的夫人说吗？以前别人向我介绍她，总说是燕太太，但今天我希望大家记住，她是苏婉晴，而我是苏婉晴的丈夫。还有，我没包养金丝雀，也不老，老婆，对吧？台下哄堂大笑，伴随着雷鸣般的掌声。Light 大屏幕下，林婉莹看着这一幕，双腿一软，彻底瘫坐在了散发着恶臭的泥水里，捂着脸发出了绝望的痛哭。繁华落幕，喧嚣退散，属于苏婉晴的光芒才刚刚开始闪耀。那场轰动全球的高定大秀之后，
我的同名品牌晚晴 WQ 彻底在国际时尚圈封神，订单排到了3年后，甚至连欧洲那几个老牌王室的王妃都亲自发来邮件，希望能定制下个季度的晚礼服。燕廷琛更是高调，直接在京城寸土寸金的 CBD 中心买下了一整栋楼，作为 WQ 的全球总部，美其名曰我老婆的才华必须配得上最好的牌面。然而树大招风，这天下午，我正坐在新总部的顶层办公室里审阅下一季的设计图，助理敲门走了进来，神色有些凝重。苏总，刚刚接到消息，繁星设计集团下周要在京城举办一场声势浩大的亚洲区发布会。据说他们重金挖回了曾在巴黎拿过新锐大奖的设计师沈雨熙。听到这个名字，我握着画笔的手微微一顿。沈雨熙当年在巴黎高定进修班里，那个永远被我压一头的万年老二，他嫉妒心极强，当年为了赢我，甚至试图在我的毕业大秀前剪坏我的主打款，被我当场抓获后灰溜溜的退了学。没想到他居然敢回国，还傍上了繁星这个业内以抄袭和恶意竞争闻名的流氓集团。随他去。跳梁小丑而已，翻不出什么浪花。但我不知道的是，此时此刻，在京城某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，你就是林婉莹。你是谁？来看我笑话的吗？我是能救你的人。卡里有50万，足够你先还清那些高利贷的利息，换个像样的地方住。林婉莹的眼睛瞬间亮了，像饿狼一样扑过去，死死攥住那张卡，连滚带爬的跪在沈雨熙脚边。谢谢老板，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很简单，你曾经去过燕家老宅，也进过苏婉晴的私人画室。我要你把你在那里看到的所有未公开的废稿、草图，哪怕是一根线条，都给我凭记忆画出来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苏婉晴毁了你的人生，我们就一起把她从神坛上拉下来。好，我一定让他生不如死。赤道以南，马达加斯加的红土矿区，正午的阳光像毒火一样炙烤着大地，气温逼近40度，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粉尘和柴油味。哐当，一车沉重的原矿石被狠狠倒进粉碎机里。推车的年轻人大口喘着粗气，原本白皙的皮肤已经被晒成了粗糙的古铜色，手掌上布满了厚厚的老茧和血泡。如果不是那眉眼间还残留着几分属于燕家人的深邃，根本没人敢相信，这就是几个月前在京城呼风唤雨、嚣张跋扈的太子爷燕北川。小燕，干得不错啊！今天你的指标又是第一。谢谢赵叔。他没有说这是他为了多换一份加肉的晚餐，拼了命干出来的。几个月前刚到这里时，他绝望、愤怒，甚至试图绝食抗议。但这里的安保是燕廷琛派来的退役特种兵，根本不吃他那一套。饿了3天后，为了能吃上一口发硬的馒头，他不得不拿起铁锹。就在这时，矿区另一头突然传来一阵激烈的争吵声。10几个当地工人挥舞着手里的工具，正用蹩脚的英语和矿区的财务主管激烈对峙。We want our wages. You've held back our overtime pay this month. 领头的黑人壮汉愤怒地咆哮着：“不是克扣，是汇率结算系统出了问题，资金要延误3天，发不出工资但工人们根本听不进去，情绪越来越激动，有人甚至开始捡起地上的石头，眼看就要演变成一场小型的流血暴动。这帮兔崽子又要闹事儿！赵叔，等等，等什么等？这打起来机器都要被他们砸了！燕北川深吸了一口气，将脖子上的毛巾一把扯下，扔在推车上，大步朝人群中央走去。他气沉丹田，用流利的法语和英语交替大吼了一声：“都给我住手 ！Arrêtez! Stop! Stop up！” 那股子从小在豪门耳濡目染培养出来的上位者气场，即便穿着破工装，也瞬间震慑住了全场。他冷静地走到领头的工人面前，没有退缩，也没有动用武力，而是拿过财务主管手里的账本。 Your request 是 for overtime pay, right?
交换 rate delays are 客观原因 ，but the fact that your wife and children at home 等定制方式 is also a 现实。矿区现在的备用现金有多少？只有大概一半的数额。把这一半先按比例发下去，剩下的给所有人打欠条，盖矿区的公章。告诉他们，3天后系统恢复，剩下的钱不仅补情，按照矿区延误发放的规定，多补5%的违约金。我小燕在这个矿区1天，就用我的人格担保，少你们1分钱，你们砸我的脑袋！领头的工人犹豫了一下，看着燕北川那双坦荡的眼睛，最终放下了手里的石头。一场危机兵不血刃的化解了。远处的监控探头忠实的记录下了这一切。半个小时后，京城燕氏集团总裁办，燕廷琛靠在真皮椅背上，看着屏幕里那个满身泥泞却脊背挺直的儿子。这臭小子，总算有点人样。京城繁星集团亚洲区发布会现场，这里被布置的极尽奢华，半个娱乐圈的明星和时尚圈的名流都被请了过来。沈雨熙显然是想借着这场发布会，在国内彻底打响名气。我也收到了请柬，本不想理会这种无聊的应酬，但燕廷琛偏要拉着我来。老婆，在家看设计图多无聊，我陪你来看后戏。首富大人今天穿了一身暗蓝色的西装，寸步不离地揽着我的腰，硬生生把一个看客的姿态走出了红毯压轴的气场。我们刚在 VIP 席落座，台上灯光就暗了下来。沈雨熙穿着一身张扬的红色高定，手握麦克风，高调登场。感谢各位莅临繁星的发布会。今天我将为大家展示我回国后的第一组心血之作——涅槃系列。大屏幕亮起，一件件设计图和实物模特开始展示。起初，台下的反响平平，沈雨熙的设计虽然华丽，但透着一股用力过猛的匠气。直到压轴的主打款推出来，那是一条渐变色的星空裙，剪裁极其大胆，腰部镂空的设计搭配繁复的手工刺绣，瞬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。哇，这一件好美，这线条和灵气简直绝了！沈设计师果然名不虚传啊，感觉有点像挖 Q 器的风格。听着周围的议论声，沈雨熙在台上得意地扬起了下巴，甚至挑衅地朝我这边看了一眼。我微微眯起眼睛，看着台上那条所谓的压轴之作，这不是像我的风格，这根本就是我的草图。大概是3年前，我在老宅的画室里随手画的一个废案，因为整体结构存在一个致命的力学缺陷，无法用常规面料支撑，所以被我打了个叉，随手夹在了旧速写本里，扔在画室角落。林婉莹还真有本事，居然把这种垃圾从记忆里刨出来，卖给了沈雨熙。这款星空裙是我融合了东方剪裁和西方审美的巅峰之作，我相信它绝对有资格代表目前国内高定的最高水平。不知道苏婉晴前辈觉得如何呢？他居然敢当众 Q 我，全场的追光灯瞬间打在了我和燕廷琛的身上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等着看这场新老交锋。燕廷琛眼神一寒，刚要发作，我却轻轻按住了他的手背。沈小姐的设计确实很眼熟。苏前辈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想说这设计像你的？时尚圈元素碰撞很正常，苏前辈可不能因为嫉妒就随便泼脏水啊！嫉妒？沈雨熙，你抄袭之前难道都不自己做个面料承重测试吗？你这条裙子腰部的镂空设计，完全依靠两侧的真丝隐形网纱来支撑，如果是静止状态也就罢了，但只要模特穿着它快走超过10步，网纱的受力点就会彻底崩盘。3、2、1，随着我话音落下，台上那个穿着星空裙的模特刚好走到了 T 台尽头，一声清晰的布料撕裂声在安静的会场里响起。模特惊呼一声，慌乱的捂住只剩内衣的身体，全场死寂，随即爆发出不可遏制的哗然和快门声。把别人扔进垃圾桶的废稿当作宝贝来压轴。沈雨熙，这么多年了，你捡破烂的习惯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啊。会场内的媒体记者们像是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，手中的长枪短炮疯狂闪烁，将台上这滑稽又极具灾难性的一幕360度无死角地拍了下来。繁星集团的高层们在台下急得跳脚，大声呼喊着保安清场，但根本拦不住彻底沸腾的舆论。别拍了，不许拍，这是意外，是模特把衣服撑破了，你是不是吃胖了？谁让你走那么快的？模特委屈的眼泪直掉，裹着外套落荒而逃。
沈雨熙，别把锅甩给无辜的打工人。这件衣服的结构力学分析，我在3年前的废稿上就批注的清清楚楚。你抄作业，连错题本都一起抄进去了。你胡说！苏婉晴，你空口无凭！你有什么证据说这是我的废稿？这就是我一笔一画设计出来的！你胡说！要证据。身后的特助立刻上前，将一台平板电脑连接到了会场的巨型 LED 屏幕上。屏幕画面一闪，一张清晰的带有苏婉晴专属水印和日期，3年前的手绘草图赫然出现。天啊！真的是3年前的废稿，绝了！把人家的废稿当成宝，还敢在原作者面前跳脸输出，这沈雨熙简直是年度最大笑话！繁星集团这次算是彻底砸了招牌了，连夜抛售股票吧。不是我，图不是我偷的，是林婉莹，是那个贱人拿这图换了我50万。苏前辈叶董，我是被林婉莹骗了。林婉吾，那个几个月前造谣婆婆被全网封杀的毒瘤绿茶。沈小姐，销赃和盗窃在法律上可是同罪。至于林婉莹，你们这对塑料合伙人，还是去局子里慢慢狗咬狗吧。当天夜里，繁星集团的公关部连发3条声明，宣布开除沈雨熙，并向其索赔高达数千万的品牌名誉损失费。而此时的沈雨熙，林婉莹，你这个婊子，给我滚出来！地下室里弥漫着发霉好命的酸臭味。林婉莹正躲在被窝里数着那仅剩的几万块钱，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响吓得魂飞魄散。贱人，你敢拿苏婉晴的废稿来坑我？你知不知道你把我害惨了？我要杀了你！废稿？不可能，那明明是我在他画室的保险柜旁边看到的，怎么可能是废稿？我的脸！曾经在聚光灯下争奇斗艳的2个才女、玉女，此刻像2只抢食的野狗，在发霉的地下室里互相撕扯着对方的头发和衣服，嘴里骂着最恶毒的脏话。如果不是你，我怎么会身败名裂？是你自己蠢，你自己看不出力学缺陷，怪谁？我们谁也别想好过。就在2人打得难解难分时，地下室的门再次被人推开。沈雨熙、林婉莹，你们涉嫌商业机密盗窃、巨额诈骗，现在依法对你们进行逮捕。冰冷的手铐咔嚓一声，锁住了2人沾满污垢的手腕。被押上警车的那一刻，林婉莹看着车窗外那块偶尔闪过苏婉晴广告牌的霓虹灯，终于意识到自己这辈子是真的烂在烂泥里了。时光荏苒，3年后，京城国际机场的 VIP 通道外，人头攒动。我穿着一身干练的 WQ 新款卡其色风衣，正低头回复着米兰时装周的邮件。燕廷琛穿着休闲的黑衬衫，单手插兜站在我身侧，另一只手极其自然地替我拿着一杯常温的蜂蜜水。这臭小子，说好的下午2点落地，这都超时10分钟了。行了，燕董，昨天半夜拉着我挑接机衣服挑到凌晨2点的人是谁？现在装什么眼福？话音刚落， VIP 通道的自动门缓缓打开，一个高大挺拔的身影推着简单的行李车走了出来，没有名牌傍身，没有保镖前呼后拥。是燕北川，他推着车，在一群光鲜亮丽的接机人群中显得格格不入，但他却走得从容不迫，脊背挺得笔直。当他那双锐利却平静的眼睛扫过人群，精准地落在我们身上时，他的脚步猛地顿住了。时隔3年，1000多个日夜的非洲矿区生活，彻底洗褪了他身上的铅华与傲慢。他大步走到我们面前，没有像以前那样咋咋呼呼的喊叫。爸妈，儿子回来了，瘦了也结实了，黑得跟块炭似的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矿区的账本我看了，能把那群刺头工人管得服服帖帖，还能在3年内把产量翻了一番，还算没给我丢人。妈，在矿坑深处亲手挖出来的，不算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但成色还行，送给您的礼物。
也是我迟来3年的道歉。我握紧原石，笑着流下了眼泪。这场豪门的闹剧，终于在3年后的今天，迎来了一个真正圆满的句号。